三藏哥哥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我不求长生，只求一点元阳，助大家突破这瓶颈。佛门清苦，哪比得上怀里温暖？女施主，贫僧一心向佛四大皆空，还请施主自重。说什么四大皆空？圣僧，你心跳很快，身体也很好，还是有的。看样子你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吗？施主，你摸到的是贫僧的道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三藏，藏天藏地藏妖孽。故事要从3天前说起。你度哦不，三藏师弟，扫个地都扫不干净，就像你那废灵根一样，3年还在练起1层，真是浪费寺里的斋饭。师兄教训的是，我这就重扫。受点委屈也好，心中魔火才不会燃起。今晚去打扫干净回顾塔，师傅还非说你有什么慧根。然，心中的刀若拔出来就收不回了。死胖子就会欺负我！靠了，擦我灰还能见红，真是倒大霉了。生物信息采集完毕 ，DNA 绑定成功。是这东西发出声音。宿主李杜，末日宫的猎场游戏登录程序启动，正在连接服务器，连接成功。祝您游戏愉快。好痛！这里是幻境吗？当前副本，活死人黎明。鬼啊！不对，是活死人！谁能来救救我？检测到宿主处于战斗状态，本命法器无效，正在装备。根据宿主当前境界解锁初始形态，往生、沙漠之鹰，完成装备。射速、分发、评价，一枪一个，送走不限。这是法器，从未见过如此造型，但我知道该怎么用它。怎么这么难缠？可恶！功德加10，突破炼器2层。阿弥陀佛，杀1只就能升级，在寺里扫了3年地，还不如在这里开1枪。这枪虽然射速慢，但单发破坏力相当于炼气期大圆满的全力一击，在只有炼气期的我手里，这简直是降维打击。师傅，我想学武，我想除魔。不行，你天生杀星入命，绝不可碰兵器。师傅，您老人家看走眼了。您说这是杀孽，但在这里，这是无尽的功德。您看的功德。功德加10，功德加10。来吧，各位施主。总算搞懂吊坠的规则，召唤武器佛珠出现，使用武器佛珠隐藏。师傅要是知道我这修炼速度，怕不是要把胡子都吓掉。儿子，昨晚死哪儿去了？让你擦的佛像也没擦，害我昨晚被方丈罚跪2个时辰。你今天的饭别想吃了。你在捉龙吗？给我趴下！这是什么法器？金铁棍竟然断了！师兄，此乃送葬杵，你那根棍子太脆了。你俩闹够了没有？师傅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太脏他疯了，他有魔气。师傅，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再藏了。这是杀生正道。三藏，你装饰的东西是什么？名为道理。弟子觉得讲佛法听不懂，那就得讲道理。王亮，技不如人，去后山面壁。师傅。三藏，既有法器，不必再扫地。宗门大比，去跟他们讲你的道理。弟子遵命。
这把沙鹰威力虽大，射速却是个硬伤。大比若是遇见那几个喜欢玩分身术的师兄，必吃亏呀。激活奖励卡片1，拿5 AK47突击步枪。这个好啊，刚好已经练级巅峰，筑基只差临门一脚。激活奖励卡片2，众生平等加特林。6000发每分钟，大罗金仙女会被物理超度吧？激活奖励卡片3，随机新形态。永久的新形态，不管是什么，贫僧都要定了。世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游戏启动，阿弥陀佛，施主们，贫僧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们太热情了。单发的手枪实在是超度不过来呀！啊！什么声音？这又是哪来的怪物？啊！想不到这功德还能当护甲用。施主，你失礼了。哈！还不死？速度成功击杀精英 BOSS， 功德加200，等级突破至筑基期初期，境界奖励已发放，解锁弹药系统。终于来了，全自动的道理，每秒10发的射速，意味着我能在一瞬间倾泻出10道攻击法术。在修仙界，谁能做到这种频率的施法？还有个什么弹药系统，我看看，100功德1个弹夹，贫僧杀一只丧尸才10点功德，毒气弹竟然是按颗卖的，真黑。不过专破灵力护盾，修仙界那帮家伙最喜欢躲在龟壳里，若是遇到打不动的硬骨头，倒是可以买来教他们道理。施主们不要着急，一个一个排队来，多门大比我来啦！急了都。是广亮。三嫂，别以为有了件法器就能嚣张。师兄的手不疼了，要师弟再给你矫正一下吗？你给我等着，老子早晚弄死你！真热闹，弟子们都很有活力呀。王丈，那名弟子背的是何物？三藏的气场又发生了变化，看起来毫无灵气，像根烧火棍。那个嘛，那是道理。什么道理不道理的？方丈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怎么三藏的道理变长了？第一场，杂医院三藏对阵罗汉堂慧明。扫地的，亮出你的兵器吧！对付你还不需要让道理出场。气死我了，去死！这怎么可能？师兄，你的刀钝了，乖乖下台当观众去吧。看谁呢？区这扫地和尚，他怎么敢？嘴上功夫，手上好。功德金身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才筑基初期呀！晋级赛，杂医院三藏对阵罗汉堂弟子悟晨。听说你肉身很硬，刚好我的飞剑专破肉身。你输定了。什么？师兄，刮痧力度不错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师兄，看好了，那是何物？毫无灵力波动，定是凡铁。既然师兄的按摩结束了，贫僧就要和你讲讲道理了。什么道理？站稳了，师兄。雷声大雨点小啊！原来只是个会喷火的暗器。对付筑基器还是有点吃力。系统更换子弹。后望穿甲弹。师兄，接下来才是正餐。什么？
别射了，我认输。看来实力的道理还是能穿透你的顽固的。别射了！恭喜宿主获得加特林体验卡。承让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小和尚好像……那个小沙弥，留步。快看，那是天鹰阁的圣女叶倾城哎！是她，100年第一天才，金丹大圆满半步元婴，是方丈都要敬礼的人。本座观你刚才大比所使用的法器虽无灵力，却透着古怪的煞气，需例行查验。这人太帅了！阿弥陀佛，女施主，贫僧还要回去参禅，请让路。啊，那个杂役疯了吗？他敢拒绝圣女？你是和尚？我没听错吧？冰清玉洁的圣女对着一个杂役呻吟。这小和尚是人形聚灵阵吗？我也想抵我苦修3月。快看这杂役，真羞耻！女施主，查完了吗？本座要深入检查。女施主，请自重，不要我。贫僧这把枪脾气暴躁，很容易走火。什么？小和尚居然拒绝我！内门大比决赛，杂医院3藏对阵罗汉堂首席慧刚。那是金钟罩，慧刚师兄竟然练成了这门绝学。3藏死定了，这可是罗汉堂最强防御。低调，慧刚这孩子天赋异禀，再加上那头有上古血脉的灵师助阵，别说那杂役，就是筑基后期的修士来了，也得跪着求饶。真是我师弟，你这个破棍子，连给贫僧挠痒都不够。师兄，你这龟壳挺亮，可惜贫僧专治各种花里胡哨。是谁用的？这种频率的攻击根本破不了慧刚的金钟罩。就这，不过如此。果然跨越一个大境界，普通的子弹难以击穿金钟罩。菜鸡！既然如此，系统切换弹药，红莲白磷燃烧弹。哼，师兄，天冷了，师弟请你烤火。怎么火能附着在灵气上燃烧？怎么回事？好痛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炎尸诀。好笑！孽畜，你在干什么？什么？古法灵石乃吸食香火长大的瑞兽，竟会为了3藏的一滴血背叛主人？妖僧，你用妖术蛊惑我的灵师！今日贫僧就要代表罗汉堂降妖伏魔。神通！天哪，这威压已经是金丹期的力量了呀！很手。3藏，你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就是个蝼蚁。原本不想这么早用的，师兄，时代变了，六管泛音，普度众生。金刚伏魔拳，化成灰吧！不好，慧刚失控了，这威力已经超出了大比的界限，那还不快去救人？不对，南无众生平等。这是什么法器？师兄，现在的道理讲究众生平等。宗门大比第1名，杂医院3藏。阿弥陀佛。恭喜宿主获得本命法器无效新形态 S686 双管内枪。AK47正在持续压制，这把武器能够在近距离无视护体真气，还有这种瞬间爆发力，这是真正的近战神器。白天大比那个枯荣长老看我的眼神不对，木修玉令封闭淬制，这普通死今晚就得走。宗门大比第1名奖励的这个储物纳戒，刚好用来打包家当。
天也快走。哦，这么晚了，收拾行李要去哪儿呀？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原因初期个体敌意锁定，宿主无法抵挡，请宿主立即远离！立即远离！警戒停止太久了，那个功德琉璃神正适合做药引。你一个元婴期的前辈，对我一个筑基期弟子动手，就不怕师傅清理门户？这雪山大阵隔绝一切气息，就算你叫不好喽，也没人听得见。你就乖乖让老夫吃了吧。不自量力。没有灵气的凡铁之物，乖乖束手就擒吧！和元婴期对战毫无胜算。检测到另一名原因初期个体，正迅速接近。谁？老东西，本座看上的人，你也敢动？天音阁圣女，这是我普渡寺的家务事，识相的话，离开这里。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今日你想动他，先问问我手中的剑。叶倾城虽然突破了，但战斗经验远不如这个活了100多岁的老怪人。收拾了，小娃娃，动不了了吧？有你们2个作为药引，老夫升到元婴中期稳了。元婴期的护体罡气太厚，正面硬刚难以破防，必须找机会贴脸。可恶，灵力跟不上了。小丫头，结束了。老东西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只有一次机会，系统登录游戏。你要做什么？隐身符，跳成小鸡，好的跳吗？先把你收拾了，再去解决他。绝不会就这样逃了。你可真天真呐！长老，你的护体罡气虽硬，却硬不过贫僧的慈悲道理。贫僧现在就来送你见佛祖。阿弥陀佛，上路吧！什么？老东西还没死透！我不要死！长老，我为你念经超度，你就走好吧。恭喜宿主获得巨额功德值。就这么死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长老死了，自杀了顾荣长老。孽障，竟敢欺师灭祖！你们只看到我杀了他，没看到他都入魔了吗？他要夺我肉身炼化，我不敢反抗吗？这顾荣修魔道多年，我早有察觉，却无力清理门户。三藏，顾荣虽入魔道，但残杀同门长辈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逐出普渡寺。大师，这才是师父的真心。阿弥陀佛，弟子领罚，谢师父多年教诲。这未免太严厉了。叶施主，多谢刚才出手相助。你刚突破境界不稳，还是快回天音阁闭关吧。这是我的传音玉符，等我稳固了境界，就去找你。你不许死！可恶！一定要平安啊！就一间房了，今晚就凑合吧。三藏哥哥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我不求长生，只求一点元阳，助家突破这瓶颈。佛门清苦，哪比得上家怀里温暖？女施主，贫僧一心向佛，四大皆空，还请施主自重。说什么四大皆空？圣僧，你心跳很快，身体也很呢。好
好的，很不的。看样子你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。施主，你摸到的是贫僧的道理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法号三藏，藏天藏地藏妖孽。你这和尚好狠的心，这是什么法器？竟然擦伤了。这味道，突破了！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，只要每天一滴血。贫僧不养孽畜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不打扰人。这狐狸尝到了甜头，赶都赶不走。啊！我的衣服怎么？是我送给你的。你是何物？这就忘记我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你是在说贫僧吗？还真不记得了。罢了罢了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新手试验场那些低级形式已经提供不了多少经验了，必须去更深层的地方。系统启动。这里的煞气比初级的浓郁了10倍。25级换算成修仙技，应该相当于筑基中期了。速度好快！不，贫僧的道理也不是吃素的。如此顽强，得继续。阿弥陀佛。功德加500，一直就有500功德，在寺里念经10年也攒不够这么多。来吧，诸位施主，贫僧这就送你们往生。主人，情况？这2个不长眼的散修想偷东西，奴家把他们解决了。为何不跑？以你的本事，无需拼命。好了，就喝不到那种血了。为了长生大道，这点伤算什么？善哉善哉，施主够坦诚，这是对你的奖励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多谢主人赏赐。施主既然想跟，那便跟上吧。主人等等，奴家才刚恢复呢。悬赏又涨了，普渡寺弃土三藏，他的人头现在可值那钱了。听说了吗？那个三藏杀了他们寺里的枯荣长老。一个筑基期杀了元婴，吹牛吧？枯荣长老临死前传出消息，那三藏是万年难遇的功德琉璃身。什么？传说中吃一口就能长生不老、无时平解的功德琉璃身？极品啊！如此极品抓回来，岂不美哉？此次手中的法器毫无灵力波动，却能击杀元婴，定是上古机关术，一定要抢来研究。此子欺师灭祖，入魔一身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我正道盟必须将其带回感化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大量高危单位正在靠近。居然来了这么多人，还有5个金丹期的。主人，风里全是杀气，好像全天下的修士都在找你。阿弥陀佛，看来库荣长老死前还不忘给贫僧找麻烦。这么多人，光靠现在的火力和筑基巅峰的修为，就算子弹打光了也杀不完。而且对方有金丹期，境界突破奖励，解锁条件：晋升金丹期。主人，这么多杀气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必须马上升级，只有进阶到金丹期，才能有一战之力。找个隐蔽的山洞，贫僧要闭关。这个时候闭关，可是追兵。放心，等贫僧出关之时，就是给他们超度之时。好吧，主人。诸位施主，就让贫僧送你们一程吧。善哉善哉。检测到宿主灵力充盈，已达筑基期极限，请宿主立即退出游戏，完成结单。终于满了，系统登出。主人，天上有动静，是丹劫。那是三藏妖僧，他在结丹。悬赏令不是说他才筑基初期吧？别过去，看着雷劫的声势，怕是连金丹后期都扛不住。我们只管等着收尸。阿弥陀佛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来吧！这和尚死定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不痛，甚至有点舒服。
这就完了？这雷姐怎么劈一半就跑了？难道是结丹失败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雷声大雨点小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绝世妖孽，原来是个连天道都嫌弃的废物。还引来1道天雷，这应该是结成了最低品阶的金丹了吧？这种废品金丹脆得像纸。兄弟们，不用怕他，一起上，杀了他分奖金。原来如此，雷姐只批业障深重之人，我是功德琉璃身，在天道眼里是大善人，所以雷姐根本伤不到我。恭喜宿主结成1品金丹，晋升金丹期，解锁5级形态。静谧巴雷特 M82A1。受死吧！天道慈悲，不忍伤我。既然诸位施主执意要去极乐世界，贫僧就送你们一程。哼，正面攻不破的话，就攻你侧翼。主人，小心后面！哎，魅惑！什么？小狐狸干得漂亮！罪过罪过，施主何必要往枪口上撞呢？这是什么？这妖僧的法器能随意变化，近战远攻都如此犀利，不能和他缠斗。这妖僧的法器射程有限，随老夫拉开距离，用飞剑远程耗死他。哈哈哈哈！三藏，老夫现在在2000米高空，你的烧火锅还打得到老夫吗？主人，他飞得太高了，我们没办法打到他，我们快跑吧。既然施主喜欢飞那么高，那贫僧就换个方式跟他讲道理。小狐狸，帮我挡住他们10秒。贫僧，天上那位施主，讲道理。追魂锁定中。动不了了，弟兄们，趁现在快杀了他！不要靠近！上啊！别处还敢挡路！别想打扰！追魂锁定完成。小狐狸辛苦了，接下来交给贫僧。趴在地上干什么？磕头吗？施主，下辈的投胎切记莫要飞得太高，高处什么？胜寒呢？让天命万射上金丹后期，跑，快跑！这和尚是魔鬼！追魂特效虽然必中，但极其消耗神魂，一枪就把我的精神力几乎抽空。此之不宜久留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走。你坚持住，前面有个破庙，我们进去躲一躲。怎么回事？警告！潜在让元婴出体个体敌意锁定，宿主无法抵挡，请宿主立即远离，立即远离。竟然能从2000米外杀了金界那个废物，看来传闻你把枯荣杀了是真的。你这唐僧肉不仅大补，还挺烫手啊！不许碰他！聒噪的畜生！小狐狸，乖乖跟我回去炼丹吧！该死，差距太大了。对方看样子是有备而来，这方天地空间都被封锁，难道要交代在这儿？凛冬剑意，是谁会有好事？半独门的老鬼，几百岁的人了，还欺负一个虚弱的小辈，你还要脸吗？天音阁圣女，你刚突破元婴就敢管闲事儿？这小子全修仙界都在找他，你保不住他。那又如何？他的命是我的，除了本座，谁动谁死。疯婆娘，剑修确实疯子。好饿，佛祖为什么不让我吃？那个红毛和尚是谁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的梦里？是和这个吊坠有关。这个傻女人，为救个杂役和尚，犯得着伤本命元气，这下人情欠大了。你终于醒了。
家好怕，刚才那个姐姐晕了，是奴家一直用给你取暖哦。喝水，这是奴家刚去山泉接的，还有。狐狸精，把你的爪子从他身上拿开，也不怕弄脏了大师。我可是属于大师的九尾天狐血脉，你嫉妒呢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不像某些人，冷得像块冰坨子，差点把主人冻感冒了。想死，我成全你。主人，你看他，他又要杀狐灭口，奴家好害怕呀！他就是嫉妒我能给主人传承。阿弥陀佛，两位女施主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好大一股醋的味道。闭嘴！报，楼主，其他人马有2个市镇到达，目前已集结散修1000人。传令下去，就在此地安营扎寨，明日攻打妖僧。8000点功德点，辛辛苦苦杀丧尸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但这笔钱必须花。主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。别动，这些东西都非常危险。好吧。叶施主，借你的寒冰灵力一用。大师这是要做什么？这些都是贫僧给他们准备的大礼，帮我封一下坛口。好，没问题。两位施主，跟随贫僧开始干活了。传说中的佛宝，我的身体虚合了。五土寺那帮秃驴，守着这种神物封印，这50年他给了我不死之躯，却也快把我吸干了。只要抓到那个三藏，吃了他的功德琉璃肉，我定能彻底压制之谷的反噬，甚至将其炼化，突破化神。哈哈哈哈！天哪，烈火门的焚山老怪，一口本命真火才烧干一条河。还有玉兽宗的万兽尊者和他的金丹后期妖王，足4位元婴，打一个杂役和尚，也太看得起他了。午时一到，全军出击，谁先拿下妖僧首级，上灵石万枚。凛冬，冰封千里。叶倾城的绝对防御破了，天才也不可能同时挡住3个元婴。苏妹，一只断尾的畜生也敢挡老夫的路！别杀我！别过来！是三藏，他落单了。你管那2个女人了，抓和尚！1万灵石是我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前面是悬崖，没路了。诸位施主，贫僧确实没路了，但你们也没了。这是什么火？怎么扑不灭啊？我的手有毒，灵力用不起来了。几百个师兄瞬间就没了。这和尚用的是什么妖法？小和尚，这就是你的底牌吗？太天真了！元婴之下皆为蝼蚁。2种子弹对于元婴期效果还是有限，看来只能另寻出路了。宿主已到达金丹大圆满。这几个元婴期的龟壳太硬，这距离元婴的最后一步，在这个世界没法补了。小和尚，杀了老夫这么多人，看来你的功德金身又精进了，正好拿来炼他更补。炼，给我炼，把你骨头里的功德都给我炸出来！恭喜绿袍兄，化神有望啊！这就是万毒鼎内部吗？启动，启动！炼化的这么快？不对，气息没了，真的。绿袍兄，你是不是火候没掌握好，给烧气化了？那可是功德金身，水火不侵。没有血腥，为何灵魂残留？莫非是传说中的虚空隐遁秘术？算是瞬移符也会有空间波动，老夫还不信了！给我打！一定是用某种法宝把自己藏起来了，想跟老夫比耐心。还真是千钧一发。各位施主，借你们的人头一用。还有一个小 boss。敢
拦你三藏爷爷！去死！已到达元婴期瓶颈，请击杀1名高级单位突破。什么玩意儿也敢惹我？离突破还差一点，得去找大 boss。就你了，我的大经验包，让你尝尝击灭巴雷特的子弹。必须做到一击必杀。目标已锁定。阿弥陀佛，这一枪叫慈悲渡魂。搞定。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领主级丧尸，检测到宿主能力充盈，抵达技能区极限，请宿主立即退出游戏，历经天劫，完成结阴。绿袍施主，贫僧这就回来给你补一场盛大的法事。系统登出。那个小和尚把自己变没了，那就只能拿你们开刀了。别废话了，迟则生变，先杀了这女娃娃，毁了天哥的根基。花骨赌场，那是连元婴期修士附体法宝都能瞬间融化的蓄毒招式。不可能，这可是老夫70年的毒功。李东，你终于来了，来尝尝这天雷的滋味吧。抱歉，贫僧回来晚了，先用我的血恢复一下吧。贫僧刚回来就送这么大礼，绿袍施主太客气了。贫僧这里也有一份回礼，施主接好了。快跑啊！救命啊！就让贫僧的雷劫来超度你们吧！该死，这雷怎么无视护体罡气？我的本命真火都被劈散了！别再往前走了！为什么这雷只追着老夫劈？难道是因为这个？凭什么他自己渡劫，他不挨劈？什么？就是你了！挡住！对方你敢卖我呀！我的圣物裂了！结束了。元婴期就能凝聚法相，这不是化身期大能才有的手段吗？法相，天地法相，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恭喜宿主解锁武器众生平等加特林。功德琉璃身，盟主，您看那和尚，天劫淬地，金身不灭，分明是佛门大能转世，而那绿袍老祖邪气冲天，他才是魔。我提议立即停止追杀，接纳三藏大师入盟，壮我正道声威。清虚师弟，你被魔障迷了眼。灭！为什么？那个妖僧是用邪法窃取了天道功德的魔头，传令下去，将三藏设计残杀3000同道的影像传遍天下，待他成为举世公敌，到时候老夫再替天行道。他的气息弱了，刚渡完劫是他最虚弱的时候，他现在境界不稳，拼了！富贵险中求，别被他的样子吓住了，趁现在射了他！小和尚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既然两位施主这么急着去极乐世界，贫僧就送你们一程。那是什么法器？我说众生平等。区区暗器能奈我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烈火，挡住！给我挡住！阿弥陀佛，南无加特林菩萨，六根清净，大慈大悲。圣僧饶命！我愿意臣服，我愿意做你的一条狗，别杀我！施主，这就是你的遗言吗？不，
我还没有输。哼！我感受到了力量，有这股力量，我什么撑不住了。结束了，这都是你做的？以前师傅给我取名三藏，意为藏经、藏法、藏心，但从今日贫僧改名了，改叫什么？藏天、藏地、藏众生，以后请叫贫僧三藏。这味道有点像那个世界。三藏，此地不可久留，怨气太重。无妨，先找个安静的地方。贫僧给你们疗伤药剂，可能会有点疼，忍着点。疼就喊出来，贫僧不笑话你。都怪我没用，成了你的累赘。只要人还在就好。主人偏心，我也要摸摸要安慰。狐狸精，我是狐狸，当然是狐狸精。你们两个真是……烈火长老的本命法宝碎片，发财了！哪怕是碎片也值1000灵石。谁都别和我抢这个！你找死吧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傅让我带你回家，你在哪儿？大师兄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大师兄其他行为肯定没事。大师兄是我，救命！诈尸了！大师兄。快跑啊！去死吧！竟然杀不死！火球术！什么？救命啊！快回宗门！要出大事了，请长老救命！敢碰他，就剁了你的舌头！哼，这么凶做什么？我明明是好心，我就是看主人热，想给他降降温。业障，这是灭世的业障，绝不得带入此界。孽障，休想逃！还是来不及了吗？主人，你做噩梦了？你的脸色很难看，是梦到什么了吗？阿弥陀佛，这天下恐怕要变成一座巨大的坟场了。救命！罗道友，怎么伤成这样？快，用功护住心脉！道友你！不要啊！前辈，救命！那是怪物，杀不死的怪物！封锁消息，方圆10里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。妙啊！这简直是完美的石魁材料。看到了吗？断肢重生，血肉衍生，只要有灵力，哪怕没有寿元，这具肉身也是不小的。哪怕是化神期大能，肉身也会衰败，但这东西居然能逆转生死！成了，保留神之的不死之躯。只要能成得长生大道，即便化身为魔又何妨？寒冰剑气！怎么可能？我的攻击反而让他变强了。
阿弥陀佛！看来灵力对这些被感染的修士无用，只有功德才能造成伤害。盟主，这是药王谷和炼尸宗连夜研制的成果。不死长生尸神露真的能延寿吗？回盟主，此物霸道，虽能返老还童，但若压制不住毒性，恐会变成异类。但盟主千秋万载，定不会受到药物影响。小的这就先告退了。异类，老夫修道800载，在元婴巅峰已有100年，为了活下去，杀人夺宝，甚至吃人，早就已经是异类了。这种感觉，终于突破了这100年的瓶颈。血色天劫，这是天罚！只有绝世妖魔出世，才会引来这种雷。这种威力的雷劫，难道是太上长老突破化thần了？来呀，天道又如何？今日老夫便要逆天改命！这天道也不过如此，痛快，再来！差点就死了，好饿，我需要进补，我需要大量的血石来恢复。那边的天怎么红了？好可怕的气息！阿弥陀佛，瘟疫要来了！诸位师弟，大限将至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喝了它，跟我一样获得长生；朱无极，你这是入魔！老夫宁死也不与妖魔为伍。那你就选择第2条路，成为我的晚饭。喝了它，真的能长生？没错。那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只是稍微有点副作用。我喝，只要能活，我什么代价都愿意。什么？我感受到了力量。诸位师弟，还犹豫什么？我变年轻了。真的能长生？听说了吗？最近南方那边出了种怪异的瘟疫，据说邪门的很。嘘，小点声，说是中招者瞬间3魂7魄尽失，沦为嗜血妖魔，见活物就咬，被咬到，哪怕是筑基修士也会立刻道基崩坏。若真如此，哪怕是要迎来一场灭世浩劫啊！入城费2块灵石。饿死鬼投胎啊！滚一边去！这么偏僻的城镇都出现了感染者，这瘟疫扩散的太快了。三藏，听着，普渡寺山下爆发了尸潮，为师将眼爆地脉与妖血同归于尽。你是普渡寺最后的火种，保护好自己，不回。不要！师父，弟子定会回去拯救大家。师兄，慧明，带着师弟们退入回锅塔，谁也不许出来。师父，我们要与您共存亡。糊涂！我们可是普渡寺最后的火种。师父不要，我们要与您共存亡。师父，活下去，这是方丈法旨，孽障休想踏入塔林半步。还是个老东西，去死吧！好浓郁的死气，就在这塔里。老秃驴，你的血很
想，去死吧！我做弟子尽力了，三藏，好好活着。妖孽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三藏，师父，弟子来晚了。师父，弟子没有听您的话，还是回来了。回来送死吗？怪物是元婴中期，你不过元婴初期的蝼蚁，胆敢伤我法体？这不可能！老夫连极品灵气都能徒手捏碎，竟破不开你的肉身。施主，你的指甲太长了，你找死！就让贫僧来帮你修修指甲吧。可恶！三藏小心，那是师徒羽刃，普渡寺的弟子大多都是被他这招杀死的。师父，您常说渡人要用佛法，要感化，但弟子觉得，面对这种地狱，唯有雷霆手段，方见菩萨心肠。这是什么法器？超度！不可能！广亮师兄，以前你总抢我的斋饭吃，这辈子太饿了，下辈子投个富贵人家吧。慧刚师兄，你的罗汉棍法还没练到大成呢，别守司门了，谢谢吧。敬晨，别怕。师兄送你去个没作业也不用早起敲钟的地方。师父，弟子送师兄师弟们上完路了。走得好，走得好啊，总比变成吃人的怪物强。三藏，这一场杀虐本该由为师来背的，你手里的道太苦了。三藏，去顶层，在那里有着普渡寺最大的秘密。这个场景和那天梦里的一模一样。师父，他是谁？他是你的师伯，也是50年前那枚吊坠的上一任持有者。你是新的玩家啊？师伯也是吗？我不过是个逃兵罢了。快让我回去！这是50年前我在那边被咬了，原本以为只要逃回修仙界，切断连接我就能活，但我错了。那种瘟疫跟着我的肉体一起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外面的尸潮都是源自于师伯你。我将自己锁在这里50年，用佛法镇压，但它太强了，它能吞噬我们的灵力，同化我们的肉身。只有功德力才能将它彻底净化，但你不一样，我在你身上闻到了比我更强的气息，或许这个世界还有救。孩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输给那个世界吗？因为一个人的火力再强，面对无穷无尽的尸潮，也终有力竭的时候。我曾试图做个孤胆英雄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我成了这副鬼样子。师伯，你想说什么？这个吊坠有一个被封锁功能，它可以让你带人进去。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认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掉所有事情，就从未使用过。但我还占据着上一任宿主的位置，只要我不死，那个权限就永远是锁死的。杀了我吧！这是我能为你做的，也是我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师伯，别犹豫，我快控制不住了，快啊！
忍不住了！趁我现在还是人，杀了我！阿弥陀佛。是我这一世的苦难结束了。谢谢。检测大宿主核心回收成功，系统权限融合中，系统权限已获得提升，解锁新功能小队联机模式。灵脉，回过塔下的灵脉被污染了，完了！这股晦气一旦泄露出去，方圆100里将成死域。道长，除了这里的弟子，其他都没了。你们下山去，老衲一人留在此地诵经化愿。师父，这黑气是瘟疫源头，念经没用的。这是老衲的归宿，快滚！师父，你先睡一觉，醒了你想怎么罚都行，但现在我说了算。各位师兄弟们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。三藏，我们接下来去哪？去天音阁，那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那红毛怪不是死了吗？我们还要防备谁？这场灾难才刚刚开始。阁主，您这是？开启护山大阵，腾出后山的静心院。他们是天音阁的贵客。真得了的窝囊！师父和三藏师弟都在拼命，只有我们像雷锤一样被护着。下次再这样，师弟你就别管我们了。师兄，你就带着师弟们好好养伤，别想太多。系统提示：小队联机模式是否开启？2个名额，叶倾城和苏妹的修为最高，他俩进去最合适。这么晚叫我们来，是为了普渡寺的事？主人，奴家刚想睡个美容觉呢。贫僧预感到，一场大战即将到来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救过我，我的命是你的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主人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接下来，贫僧为你们揭晓贫僧能够快速提升修为的秘密。啊，我们也能在那边提升修为吗？那个世界没有灵气，没有道法，只有无尽的尸山血海。但贫僧相信，凭你们2人的天赋，那里才是你们真正的福地。只要能变强，哪怕是地狱我也去。只要跟着主人去哪儿都行。好，抓住我的手，闭上眼，我们走。这是何处啊？小队模式进入副本成功。如此高的铁楼，竟毫无灵气波动。主人，这里好臭！欢迎来到贫僧的道场。来了，他们赤手空拳，在这种密集视察下很吃亏，不如把我的法器分享给他们用。叶施主，接住！啊！此法器名为巴雷特，可在1000米之外杀敌。至于你，你是要求身体结实，适合近战。这个法器你应该很眼熟吧？哇，是这一把。那个晚上，主人就是用它狠狠地疼爱了奴家。主人，再打我一枪好不好？就1枪。施主，请自重，准备战斗，他们进来了。在这里你们没有修为，没有护体罡气，被咬一口，神仙难救。想要活命，想变强，就学会用手里的法器。灵液波动也能有这么大的威力，此物甚合我意。哎，好爽！这种感觉比法术刺激多了。快躲开！主人，你踢得好用力，奴家好喜欢。想死就滚远点！但你来是让你修行的，再敢胡闹，贫僧现在就超度了你。奴家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组队模式下，功德根据伤害量分配。
这些金光是功德，在这里我们妖修也可以获得功德。阿弥陀佛，杀丧尸长功德，就是这里的天道。两位施主既然来了，就得大发慈悲，不把这些功德刷完，谁也不许走。哼！对付你们轻轻松松。善哉善哉，这里的苦难已经超度的差不多了。两位施主，作业做完，该下课了。这是灵气倒灌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啊，元婴中期，到了元婴这个境界，每进一步都需至少数十年苦修，我竟然只用了几天。假阴境半步元婴，这升级速度比双修还快呀！阿弥陀佛，那个世界虽然没有灵气，但能获得海量的修为。回到这边，灵力自然就溢出了。主人，这是什么？全身暖洋洋的。我也感受到了，这股力量中正平和。这便是功德之力。没了，就这点儿，老夫刚刚突破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就这点血石，塞牙缝儿都不够。盟主，附近的城池都已经被我们抓空了。那就扩大范围，传令下去，把方圆500里内的凡人城池全部圈起来，像养猪一样，建个血尸场。男的杀了做血砖，女的留着生小猪仔。我要血尸源源不断。是。恭喜宿主突破元婴中期。这种不用自己动手也能变强的感觉，也太棒了！灵机可携带人数增加，那师兄们也可以一同刷功德了。解锁武器形态金刚 M249，还有这个新的武器形态，比加特林轻便，比 AK 持久，妥妥的刷功德利器呀！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之前也看到了，那些被瘟疫感染的修士，已经很难被寻常刀剑和灵气所伤。但是，如果在开枪前把功德灌进去，好霸道的气息！这就不是普通的子弹了，而是能够轻易超度他们的往生咒。主人，那奴家是不是可以把功德裹在尾巴上抽他们？随你喜欢。看看你们自己，每日打坐苦修，不就是为了修得长生吗？天道不仁，而我施仙教可以让你们免受修仙之苦，赐予你们长生。教主，喝了这个真的不用死吗？喝吧，喝了它就没有痛苦，没有衰老，你将与天地同寿。我变回年轻了，力量，我感觉到了无穷的力量。多谢教主赐药。我也要。喝吧，喝吧。师弟，你别骗我，我们这些废人真的还能杀敌，能像你一样去战斗吗？我已经受够了像个累赘一样活着。普渡寺的血海深仇，凭什么只让你一个人扛？快告诉我怎么做，哪怕是要我这条命，我也绝不眨一下眼。师兄言重了，咱们普渡寺的早课念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换一种更响亮的方式念给世人听了。是哪儿？为何天是红的？这么重的煞气，难道我们下了18层地狱？别怕，接法器，用你们心中的杀意，手指勾住那个铁环，对着他们狠狠戳到底。阿弥陀佛！呀！这法器竟然能与我的念力共鸣，
这种超度的感觉，比敲木鱼顺手多了。孽障，统统超度！善哉，这法器劲儿大。佛门弟子修的功法，功德的气场远超寻常修仙者。如今外面的世界瘟疫横行，灵气已经变成了修士的催命符。传统修仙手段在这浩劫面前正在失效，但今天我看到了希望。如果能组建一支这样的物理罗汉军团，我们就能在这无边的黑暗里轰出一条生路。血，给我血！时辰到了，我不行了，给我血，我要血！教主有令，未完成抓捕凡人指标者，断供血食1日。不，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。没有教主的神血，你们就会变成毫无思想的行尸走肉。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本座虽然肉身化神，但神魂还有缺憾，境界也卡在化神初期纹丝不动。渡劫受的暗伤至今未好，这具仙尸之躯亦有缺陷。教主，那怎么办啊？我需要一个顶级的炉鼎，阴孤不长，独阳不生，只有以纯阴之力中和尸仙内的阳煞，才能彻底稳固化神期。传令下去，全天下搜寻先天纯阴体的线索。是，教主。大师，这是寒铁剑金剑，还是用精血温养的，用来挖土会不会太奢侈了？少废话，不想被丧尸咬断脖子，就往下挖3米。这段路买这个，还有那里也要注意。我的九叶灵芝，我的紫金身，你们竟然拔了灵草中凡俗之物！我们修士早已辟谷，餐风饮露即可，找这些做什么？叶施主，你辟谷了，山下那些炼气系弟子辟谷了吗？那些来投奔的难民辟谷了吗？在你看来无用之物，在他们眼里这是命。主人，这领土加上我的草木灵诀，竟然能半日一熟。奴家刚尝了个，口感粉糯，比那什么猪果好吃多了。天阴阁列祖列宗在上，岂诚有罪？排好队。放肆！老夫乃金丹期真人，早已寒暑不侵，百毒不避，何须像凡人一样检查？你放肆！阿弥陀佛，不管金丹还是元婴，凡是进入天阴阁的外来者，一律去那边关禁闭观察。还有，把嘴张开让我看看。你，或者贫僧直接看你的尸体。是尸潮，一定是被这边众多活人气味吸引过来的。我去开剑阵。杀鸡焉用牛刀。慧明师兄，客人们到了，开始奏乐。师弟听令，物理法会开始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不消耗一丝灵力，仅凭3人，就能轻易挡下如此规模的尸潮。哇，那个和尚现在的样子好威风，突突的声音比那破铁棍好听多了。时代变了，叶施主。这还有个活口。尸仙教的人驱赶尸潮来试探我们，你们死定了！教主的大军已经集结，5万师修10位元婴长老，只要抓住那个先天纯阴体，教主就能突破。女人，你是跑不掉的，教主会把你恭喜叶阁主，贺喜叶阁主！我家师祖大人感念阁主风华绝代，特命小人送来聘礼，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元宗宗主、百花谷谷主，都是宁死不降的前辈。师祖有令，只要阁主肯上轿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；若不上轿，这就是天阴阁内所有人的下场。阿弥陀佛，
原来是师祖施主想劫这桩阴库。既然是大喜事，我们需要沐浴更衣，准备嫁妆。3日后，贫僧亲自主持这场盛大的法事，送叶阁主上轿，如何？三藏你倒是识时务，让你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样。3日后午时，若不见新娘，大军屠城。别放我！你想卖了我9生，还是觉得我会为了苟活去释放那个怪物？现在打我们毫无胜算，我要这3天，只是为了做准备。什么意思？佛法还不够，只要有这3天，贫僧就能把这天捅个通透。不行，老夫觉得那个使者的话不可信，那可是神仙教，他们都是一群毫无理智的怪物，唯他等不及3天，我们全都要死。师弟已经谈妥了3天期限，你慌什么？你师弟元婴中期，可那教主可是化神期，他这是在赌我们的命啊！我们只是来避难的，不想陪葬啊！叶阁主，为了天音阁，也为了这满城的生灵，既然师祖要的是你，不如你现在就主动出城，表现出我们的诚意，或许师祖一高兴，能放过我们这些人。老东西，你当初跪着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？现在过河拆桥，信不信姑奶奶我先撕了你？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这是正道所为。叶阁主，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大家为你而死吗？这位施主说牺牲小我，哼，贫僧觉得这觉悟很高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很有慧根呢。大师也觉得，只要交出叶倾城，我们就能活。可惜，贫僧的道和你的不太一样。你干什么？我是为了打架。谁动我的人，我就超度谁。阿弥陀佛，还有谁觉得应该教人的？贫僧正好一并送去极乐世界。施主，贫僧请你吃个大的。还不够，太慢了，必须再快一点。系统，刷怪倍率调到最大。沙和尚，你的道理是普度众生，而我的道理是护你周全。这笔买卖，还是让我来做吧。没心没肺的小东西，真羡慕你能睡得这么香。以后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天音阁叶倾城出阵。小美人儿没用的，自从师祖赐福，老子这身皮肉就是不死之身。为什么愈合不了？那竟然有毒啊！快跑！功德寒光掌。那气息是功德之力，为什么他也有？这有啥妖孽？可惜你也快燃尽了。对付你们几个杂碎，足够了。他在燃烧本命元婴。杂碎们，都给我去死吧！凛冬寂灭！雕虫小技，给本座！这什么法阵？你！怎么可能？恭喜宿主炼级击杀成功，解锁 C4炸药购买权限。范围伤害，这东西用来设置陷阱对付尸朽，再合适。时间归零，副本强制关闭。恭喜宿主突破至元婴后期。可惜了，差点就能正道化神了。怎么回事？贫僧闭关的时候滴血了。
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叶姐姐她不要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弟，你自己回房间看吧。叶施主，怎么会？换我平安，拿一个阁主换一个和尚。叶施主，你这算盘打得太烂了！贫僧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亏本买卖。他去了多久？具体的情况奴家不知，奴家也是今早才知道的。赶那些怪物送来了请柬，他们要赶在太阳下山前强行拿叶姐姐为师后，还要当众举行合秀大典。既然是办喜事，贫僧得去送份大礼才行。宿主功德余额剩余6，一下子回到了原点。不过为了能准备好这份大礼，花得值。动作快点儿！哎，小心点儿！师弟，你要的棺材找来了，这是库房里最好的一口。你要这晦气东西干嘛？晦气，师兄着相了，这可是大吉大利的好东西。师弟，这些白色砖头是何物？为何我看到，感觉心惊肉跳？这叫众生平等砖，这可是我们作为娘家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丰厚嫁妆。主人，小狐狸，你怎么了？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打不过跑也可以。还有，一定要把叶姐姐安全带回来，没有她管着，我不习惯。既然去了，贫僧和你的笨蛋叶姐姐都会回来的。所有人带上这些，潜伏到尸仙教大营外围，在他们必经之处埋上这些东西。听我信号，贫僧给他们准备的回门礼，一个都不许漏掉。新鲜，还是活人的心肝有嚼劲。咱们师祖真是大手笔呀！周围的活物都快被咱们给吃光了。你等师祖今晚吸干了那个纯阴体，咱们尸仙教就能成为第一大教。那些龙门正派的女修都是咱们盘子里的菜。叶阁主，别硬撑着了，看看老夫。自从跟了师祖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就连寿命都无限了。能成为师祖的炉鼎，那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福分？变成了只会吃屎的狗，还真是好大的福分！我呸！给脸不要脸！等师祖把你玩烂了，老夫第一个把你分着吃了。吉时已到，恭迎师祖法驾！师祖神威，千秋万载，一统修仙界。师祖万岁！万岁！师祖万岁！听听，这就是本座的江山，真是美极了。即使变成了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我真是替你感到悲哀。啊，悲哀？你就是一具化了妆的烂肉，令人作呕。大胆！大胆贱婢！师祖如今一整的化身大道，乃当世唯一的陆地神仙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你那情郎小和尚区区元婴，恐怕早就吓跑了。那个小秃驴，他若是敢来，本座就当着你的面把他头盖骨掀开。他不会来的，你们这些怪物连让他给你们超度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你急着找死，那本座就成全你。吉时一到，开坛！待本座彻底稳固化神道国，就是我们尸仙教一统天下之事。是谁坏本座好事？听说这里办喜事，贫僧特来送份大礼。三藏，还真敢来！四头罗网，老秃驴，给本座听下！施主，别来无恙。三藏，本座以为你能孤身来这儿一定有所仰仗，结果神识一扫，不过是一堆毫无灵气的凡铁。小和尚，你费尽心思把这口破棺材扛来，莫非是知道今日必死无疑，是特意提前给自己准备的葬身之所吗？来人，去把那个女人给本座绑起来。是，师祖。唉。看来师祖看不上这份礼，那贫僧就先替你保管着。不过，贫僧的超度业务就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。教主，
此人竟敢在您的婚礼上撒野，杀了他，用他的血来祭亲！这种蝼蚁不值得本座动手，谁去把他的四肢卸下来？要活的，本座要当着那女人的面，一点点的吃了他。愿为师祖效劳。小和尚，你的肉身看起来很结实啊，不知能否扛得住老夫的化骨爪？跟他废话什么？捉住他！既然各位施主这么热情，非要一起来，那贫僧也不能藏私了。阿弥陀佛！这是什么神通？不会是法相吧？什么？虚张声势罢了。就算他是元婴后期，我们这么多人怼也怼死他！上！施主们接好了。这是什么法宝？6根青剑！快跑！快跑！再来！这究竟是什么？你们的功德，贫僧就收下。阿弥陀佛！10个元婴期一夕之间全灭！快救！这太可怕了！那股金果靠近他就像靠近了太阳，根本无法近身。他就是怪物，这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事。善哉善哉！还有哪位施主觉得心里苦，想来听贫僧讲经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仅仅是元婴后期，竟然就能将法相实体化，还能同时操控6件威力如此不俗的法器。小和尚，你这具身体比我想象的还要完美。本座决定了，不吃你了，本座要夺舍你。那便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准备受死吧！在这边打的话会伤到叶倾城，我得想办法把朱无极引出来。既然礼物送到了，贫僧就先走一步。想逃？本座让你走了吗？到这边应该就安全了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老秃驴，本座虽然正得诗仙大道，但这具身体终究是老的。尸气乃是天地至阴至邪之物，虽强大，却也在时刻侵蚀本座的神智。所以呢，想让贫僧给你超度一下，去晦气。是中和，你的功德琉璃身是天地间最纯粹的至阳至圣之力，至阴的湿气配上至阳的功德，只要夺舍你，这2股力量就会在本座体内完美融合，助本座拯救真仙。应凭胜算不大，必须先带叶倾城离开。哼，想吃贫僧，先看看你的牙口够不够硬。声势挺大，力度太轻了。这老东西，这种程度的攻击，连本座的护体尸气都挠不痒。看来面对化神期，必须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点。善哉善哉！既然嫌轻，那贫僧就给施主来个重的。什么？朱施主，尝尝这个。有点意思，不过还不够。哼！什么？又跑？我看你能往哪儿跑？我来了，倾城。你是不是太不把本座放在眼里了？4到0头还笑得出来？施主有看贫僧为你准备的大礼是什么？一些破铜烂铁，有什么可看的？那是贫僧特地准备送给你的红莲业火。真是笑话！什么？啊！系统传送！我的护体尸体竟然挡不住这火啊！可恶，竟有如此威能！这究竟是何物？竟然能够伤到本座！这火竟然愈合不了，我的手走上我也！教主，那2人凭空消失了。别管他们，本座根基受损，必须马上回总坛血池疗伤。老秃驴，你给我等着！幸好来了，师弟得手了。
快准备好，好戏开场了！我看你们往哪儿逃！那是什么声法？教主都被炸飞了！救命！好险，差点就真的成佛了。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明明已经写信让你走了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因为贫僧是个俗人，那种用他人换平安的道理，贫僧念不通，也不愿意懂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差距还是太大了，我必须尽快突破到化神期。教主，前线大军真的全军覆没了吗？那和尚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将您伤至如此地步？三藏，那个该死的秃驴渣！属下这就去开启万灵血阵，献祭地牢里那些血石，为您疗伤。来不及了，本座现在就需要大补之物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都是本座的肱骨之臣，对吧？教主，您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本座平日里待你们不薄，现在该你们回报的时候了。教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属下忠心耿耿啊！与其让你们这群废物活着浪费灵气，不如成为本座的一部分。这种感觉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！不仅治好了伤，还冲破了瓶颈，竟然因祸得福，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三藏，你给我等着！本座现在感觉更饿了。化神中期，力量在奔涌，但还不够稳妥。那火能灼伤本座一次，就能有第二次。传本座法旨，放弃所有外围据点，召回一切游荡狮群与教徒。7日内，必须在天鹰阁外黑风崖集结所有力量。遵命。可是教主，天鹰阁的守卫严防死守，外围也是陷阱重重。顺猜，本座如今也初窥空间法则之妙，区区陷阱而已。本座直接撕裂他们的龟壳，将他们从地洞里救出来，执行命令，延误者魂飞魄散。三藏，本座给你，也给自己最后7天，这场盛宴该收盘了。你的伤怎么会这样？连功德之力都愈合得如此缓慢。那老怪物的尸气里掺了点空间法则的碎片，不过杀了前面那位，去了他的核心，不仅能拔了这些钉子，也许还能摸到化神的门框。这是什么？警告：三头狮龙领主，极度危险，能量反应接近化神期。好强的威压！3颗头，中间是主脑，控制全局。喉咙有能量，擅长吐息和远程攻击。左边的獠牙最长，主管物理撕咬和骨甲防御。叶施主，我需要你全力牵制左右2头。交给我，但你若死了，我绝不独活。贫僧借了高利贷还没还，可舍不得死。小心！我要上了，你自己小心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啊！叶施主低头！哎！他有破绽，快抓住机会！小心！佛法无量，亦有金刚怒目。一念超度！哈哈！凛冬剑意，给我！啊！
喜宿主成功越级击杀领主级病毒融合体，获得本源功能10万点，突破元婴大圆满，半步化神，获得特殊物品龙魂结晶。阿弥陀佛，我也突破了元婴后期巅峰。这份布施够厚重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接下来的道理得换个更响的讲法。这个味道不对，这些气味，血腥味、尸臭味，各种臭味从四面八方过来，把山都包围住了。师弟和叶阁主都进去5天了，这鬼天气，还有外面越来越密的黑影，妈的，让老子心里发毛！慧明师兄，慧明师兄，东北、西南、正南3个方向同时发现大规模尸潮移动，数量根本数不清。他们好像在有意识地驱赶灵性丧尸，这是在集结，准备总攻！快，启动所有外围陷阱的初级出发！苏妹，你嗅觉最灵，跟我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嘛。回来就好，但回来的正是最糟的时候。师傅，外面情况如何？事先交易将方圆100里围成铁桶，眼下虽未进攻，但步步为营。更麻烦的是，他们打出了旗号，现出纯阴体，可保天鹰阁妇孺不死。痴人说梦！唯3缺1，攻心为上。老怪物学聪明了，但本质没变。师傅，山上人心如何？有坚信你我能带领大家杀出去的，也有暗中躁动，觉得是倾城连累了大家的。昨日老衲以雷霆处置了2个试图煽动内乱的长老。乱世用重点，师傅做得对，他们可能是在等朱无极完全掌握新力量。你打算主动出击，还是固守待援？2条都是死路。贫僧要去给他们讲经，打乱他们的节奏，顺便抓条大鱼。太冒险，对方势大，且有化神，有待商榷。正因为有化神，才不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准备。贫僧这次只骚扰，不硬拼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叶施主，你镇守中枢，防备内部生变。苏妹嗅觉通灵，跟着我。好吧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否则你追到黄泉骂我。老东西，等着贫僧。教主也太过小心了，围得水泄不通的，还让我们日夜巡逻。那天鹰阁敢出来吗？闭嘴！那和尚邪门的很，尤其是夜里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！是谁的头衔？究竟是什么人？快去呼叫！是头儿，我这就去找号角。号角在这儿。头儿！人呢？藏头露尾算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动不了了，不好！晚上好，施主。是谁？晚安了。主人，东南方3里9个更大的营地，9个元婴出气的家伙坐镇，血气挺旺的。有点挑战。走，赶在天亮前再超度几处。嘿，主人，那你跟我来。第3巡逻队失联了，肯定是那和尚干的。传令，所有营地收缩，夜间加倍警戒，发现任何可疑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如下这就去办。
冲过去。这力量是那和尚，他在那边，去抓住他。是，长老。一个元婴重伤，足够让他们今晚彻底睡不着。主人，你差点玩脱绝了了。，而且对道理的理解又深了一点。下次咱们小心点吧。走，回去，明天晚上再。快抓住他！叶阁主，玄慈大师，昨夜诗仙教外围多处遇袭，据说一位元婴长老重伤，想必是李杜大师的手笔。大师神威，我等佩服。但是，这也彻底激怒了诗仙教。今日凌晨开始，他们的包围圈明显在加速收缩，驱赶丧尸的力度加大了数倍，还有一样的坑点，里面传来的嘶吼声让人心疼剧烈。我们真能守住吗？守不住也得守。难道像你们之前想的，把叶阁主交出去？切！老子第一个帮了有这个念头的人。阿弥陀佛，拒敌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然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交出倾城，便能换来苟活。诸姬是何等心性，诸位当真不明？只怕到时我辈皆成其血食资粮。昨夜袭扰，是我与三藏大师共同定策，目的非为激怒，而为拖延，乱其部署。大师正在外竭力创造战机，若我等内部先乱，便是自毁长城。就是，主人尚在外面拼命，你们倒好，在这里扯后腿。不好了，阁主！前线最新观察，诗仙教主力似乎正在黑风崖方向构建一个巨大的祭坛，能量波动异常阴邪，远隔百里都能感到心悸，像是在准备某种大规模血祭召唤仪式。他们等不及了，想用邪法强行提升力量，或召唤更可怕的东西。必须阻止，否则一旦完成，天阴阁大阵未必能扛住。启动雾土覆山大阵最终阶段。老衲明白，倾城，你我会坐镇中枢，操控全局大阵，随我天阴阁战至最后一刻。进度不错，还需2日，万灵血祭大阵便可完成。届时以这方圆百里生灵血气为引，召唤九幽尸煞。莫说天阴阁，便是化身中期来了，也叫他灰飞烟灭。教主神机妙算，可那和尚昨夜偷袭，重伤了苦谷长老，如今营中人心有些浮动。跳梁小丑成匹夫之友，他若敢来冲击这大阵核心，本座求之不得。传令，祭坛守卫增加3倍，所有元婴长老轮流值守。本座倒要看看他还能如何骚扰。教主，那天阴阁似乎在收缩防守，放弃了外围。困兽犹斗，垂死挣扎吧。等大阵成，便是他们的死期。2日后，天阴阁内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战利品，尤其是那个叶倾城，本座要亲自品尝。主人，那东西比上次的狮龙还要可怕，它在吮吸空气。大规模血祭召唤，诸姬想玩一把大的。小狐狸，你能感觉到那个结界最薄弱的间接点吗？我们得进去，毁掉一部分核心符文。有西南角，靠近崖底乱石堆那里，湿气流动有规律性的衰减，每次大约3息时间，但是那里守卫非常多。够了，不需要完全破坏，只需要干扰关键节点，让它运转不畅，反噬自身。你负责用幻术制造最大混乱，吸引注意。好，主人你小心，那老怪物好像就在祭坛上方盯着。知道了。呼啸离间去！有敌情，是那只狐狸，小心掉火力山，加强此地警戒。是长老。断！果然来了，在这里，贼子受死，有名鬼爪。给我炸！
他受伤了，别放他跑了。趁老夫一计，救命鬼火去！可恶！太冒险了，若是慢上一丝，你就要被……但是我赌赢了，不是吗？这次行动成功，血祭仪式至少被拖延了1天，且运转会出问题。下次带上我，这样至少我能帮你挡一下。不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1天，就因为那只老鼠，让本座的大阵平白延误了1天，还折损了部分根基。教主息怒，现已加强守卫，绝无下次。本座没耐心再等他们玩什么把戏了。既然血迹被扰，那就换一种方式。这时辰阴来，此雷歹毒无比，专无法宝生还。本座要以这百里尸煞之气为源，凝聚万世阴雷，所有教徒向祭坛内注入尸气。2个时辰后，阴雷成，即可总攻天阴阁。此雷专破正道灵气，护山大阵恐难持久。总不能等着被雷劈死，出去跟他们拼了！那雷好可怕，我的妖魂都在颤抖。他在最关键的时候闭关突破，我们必须为他争取时间。玄慈大师，请您带领大家在阴雷轰击大阵最薄弱时，尽可能摧毁祭坛或干扰施法。外界已到绝境了吗？这阴雷非但不能助我淬体，反而会污染我的道气。原来如此，化神的不仅是自身之神，亦是心之所系，道之所在。我的道从来不是独善其身，我的力量源自守护，源自那份被需要的道理。心之所向，即为无神；守护之念，便是无道。出关了！有救了！太好了，是李杜大师，我们有救了！是他，成功了！这是什么境界？非正统天劫之气，这是以愿力与执念违心正道。这孩子走出了前所未有的路。又是你，三藏！竟然在本座施法时突破，还用这种古怪的力量污染本座的阴雷！你给本座劈死他，连他的魂魄一起污染！这是什么？妈的，这里真邪门！坚持住，他在关键时刻。有点手段，不过毫无意义。阿弥陀佛，诸施主，你以众生怨念施煞为雷，而贫僧恰好刚学会如何净化这些脏东西。可恶！你怎么会？此雷虽非天赐，其力犹存。贫僧今身出城，正好借来淬一淬体。化神初期，原来是这样。哼，诸施主，多谢赠雷。真是该死！化神初期，气息如此古怪，混杂了功德、愿力，还有空间波动。你走的什么邪门歪道？阿弥陀佛，诸施主着相，贫僧的道便是祖施主这般业障缠身者早登极乐的道。王莽，不过是化神初期，本座对空间法则的掌控，其实你能想象？空间法则你也触摸到了？不对，你只是取巧。看我这一招！哼，不过如此，
破妄！怎么会这样？施主也试试贫僧的道理，咫尺天涯。什么？看来施主的道理还不够硬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化神之战，胜负难料啊！我们必须做点什么，不能让他孤军奋战。小和尚，你的确让本座意外，但到此为止了。此乃化神中期真正的力量。贫僧心中终有一欲，但心中一点不灭佛光，照破山河万朵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便是贫僧的道。犯法净土，开！看你还能撑多久，给本座碎！不过如此，再来！老东西，佛法在焉，就有失意。还没完呢！区区初入化神，也敢跟本座比拼领域？乖乖被本座的誓语吞噬，化作养分吧！硬拼领域，我确实不如他根基深厚，但我的道并非孤军奋战，我的力量源自守护，源自那些相信我的人，源自那些我要守护和拯救的人。正因如此，我绝不会输。诸位，看看天上，三藏大师正在为我们与那灭世魔头死战。他若败，我们所有人都将沦为行尸走肉，永不超生。我们能做什么？就在这里看着吗？佛说众生皆有佛性，此刻我等之心念便是力量。若信他，若愿求生，便随老衲诵念佛号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南无三藏法师。师弟，南无三藏法师，师弟干死他！南无三藏法师，主人你要加油啊！南无三藏法师，圣僧保佑，佛前救救我们！这是众生意念、信仰之力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收到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佛是觉悟之人，人是未来之佛。众生度我，我度众生，此乃人间佛法。这不可能！石玉容得下滔天怨念，却容不下这人心向善之光。给贫僧！朱施主，你的道理看来是讲不通了。污秽，散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本座化神中期，怎会败给你这初入化神的小辈？这该死的愿力，蝼蚁的意念！朱施主，你以众生为食，视万物为刍狗，自然不懂这蝼蚁汇聚之力。蝼蚁的意念，亦可擎天。你的道走到头了。小和尚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本座就算死，你要干什么？也要拉你这所谓的人间佛国陪葬！警告：超高浓度空间紊乱，不稳定资源链隙形成。救命啊！这东西竟然想同归于尽！真是疯子！小和尚，随本座一起去那永恒的混乱与黑暗中吧。佛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但此地众生不该与你同葬。大光明，空间放逐！什么？不！
接下来就看天意了。慢点，快起来！得救了！真的，结束了，那老怪物没了。主人，到底在哪里？是主人的味道，不会错的。很靠近的，虽然很微弱，我闻到了，就在那边。确定吗？我要去找他。林度，坚持住，我会找到你的。林度，我找到你了，你醒醒！倾城，月姐姐，主人，你别吓我！莫要着急，性命无碍，但灵力枯竭，神魂震荡，要立刻治疗。哭什么？贫僧还欠着高利贷呢。这家伙醒了之后可得给我2本大令还回来。苏妹，快回密室，把所有疗伤丹药全部都取来。我这就去。快点，快点，动作再快点！这边也是。撑住！哼，都精神点，把还能动的兄弟都救出来，别放过那些残存的尸仙将，一个不留！把那些没死透的阿杂玩意儿都超度了。等师弟醒了，咱们还得重建家园呢。是，任务艰巨，要咱们做的事可还多着。这边，小心后面别撞上了。慧明师兄，你说咱这算不算放下屠刀，立地盖房啊？啊，你少废话了，抓紧干活。晚上还想不想吃烤土豆了？好香啊！狐狸姐姐，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吃吗？当然了，快点吃吧。谢谢狐狸姐姐。好香，好好吃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当然，快吃快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长大。这可比丹药好吃多了。狐狸姐姐，我长大了还能吃到这么好的土豆吗？等你们长大了就能帮主人种更多土豆。我以后一定要种最多的土豆。经此一役，诗仙教主力尽丧，鲜少余孽之时，修仙界十室九空，元气大伤啊！劫难亦是新生之时，当务之急是联合残存正道力量，清剿尸毒余孽，救助流离百姓，重建秩序。力度大师伤势如何？如今群龙无首，人心思定。若有大师坐镇，一定能。非也，三藏之道在于行走，在于救度，而非坐镇一方。待他伤愈，自有他的路要走。既然如此，那联盟又当如何？有关联盟之事，老衲与叶阁主可暂代牵头。如此甚好。来。这是罢了，先恢复一下。李都，你醒了！啊，倾城，这么多天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喝了。倾城，贫僧手脚尚在。哦，那你知道吗？你昏迷的时候可都是我喂的。怎么，这是一醒就想赖账不成？不敢，我喝便是。主人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好点了没？这几天都是叶姐姐在照顾你。叶姐姐的独家药粥好喝吗？奴家也想尝尝。厨房还有土豆，自己去拿。
那奴家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小气鬼，哼！师弟，你这样走啊？这不挺好？咱们以后一起重建，以后方丈不，你就是阁主，而我要当罗汉堂首座。师兄，你的道场在这里，负责守护他们平稳的生活，看着他们种好菜，就是你的大功德。心性更稳，目光更远了。去吧，孩子，你的路在前方。普渡寺永远是你的来处。弟子谨记师父教诲。主人，你真的不带我走啊？我保证不偷喝你的血了。3天，不，5天1滴也行。小狐狸，你的机缘也在守护这里。你的幻术和嗅觉能帮大家预警，你的草木灵诀能让大家不饿肚子。这功德不比跟着我四处奔波小。那谢姐姐呢？我暂代天音阁阁主，与玄慈大师一同主持联盟事务，清剿余毒，安顿流民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天下未尽，贫僧的道理还得继续去讲。诸位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就此别过。师弟，要是遇到打不过的，记得跑啊！主人，我会想你的。一路平安。朱无极是彻底湮灭了，还是被放逐到某个不可知的混乱维度？罢了，贫僧要做的是防止下一个朱无极出现，是去超度那些仍在苦难中的丧尸，无论是哪种形态。应无所往而生其心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多谢大师收留，如今我们总算能安稳种地了，收成也越来越好。只是我听说，在北边还有尸毒参与作乱，大家心中都有些不安，害怕我们也受到影响。方丈可有好的解决方法？心安之处便是净土，新都寺会解决尸毒的问题，不必惊慌。各位勤勉耕作，友善邻里，便是对佛祖、对三藏最好的供奉。老伙计，接下来的路可能用你的时候少了，但你是起点，是贫僧道理的开端，就好好休息吧。施者必来无恙。什么？我活不成，你也别想安宁。灾恶不死，视线不灭。哪来的邪气？难道还有漏网之鱼？这灾恶根源终究还是来了。阿弥陀佛，看来贫僧的道理还没有讲完。域外灾恶也好，不死本源也罢，贫僧此去葬灾恶，葬本源，葬尽世间
未尽之劫。师傅，看来你的超度之旅已经告一段落了呢。你想说什么？还有为何喊贫僧师傅？师傅日后自会知晓。莫名其妙。前方阵中的施主们，贫僧这就来为你们讲讲新的道理。